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话题，这个话题很多朋友不爱听，但是不爱听我也得讲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关系到很多家庭的安宁，关系到很多老人的晚节，也关系到很多做儿女的一辈子的愧疚和遗憾。什么样的话题呢？就是老年朋友，特别是丧偶的、独居的，到了晚年忽然遇到一个人，哎呀，这个人对你是真好啊，今天给你送一碗热汤，明天陪你散步聊天，后天就说了，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，嘘寒问暖，无微不至，比你亲生的儿女还贴心。你说一个孤零零的老人遇到这样的热情，心里是什么滋味？一下子就暖了，就觉得哎呀，我这一辈子苦到头了，老天爷有眼，晚年给我送来这么好的一个人。我跟各位讲，且慢，越是这个时候你越要冷静。这句话不好听，但是我今天必须先把它放在前面。黄昏之恋多悲凉，利益纠葛常锋芒。老年朋友谈感情可以，但是一旦涉及房子、存款、签字、过户，你就必须12万分地慎重。这绝对不是什么小气，这是保命，是保你晚年的根本。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，麻烦先点个订阅，点个赞，把频道记下来，别滑走了就找不着了。接下来我要讲的东西越往后越重要，咱们接着往下聊。我常常跟朋友们讲，我们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2件事。第一件是年轻的时候遇人不淑，走错了路，但是没关系，年轻还有机会回头。第二件就怕到了老年一脚踏空，那就真的没有重来的机会。各位想想看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年轻人谈恋爱谈崩了，大不了大哭一场，明天太阳照常升起。老年人呢，你把房子给了人家，把存折交给了人家，把儿女的心也伤透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身边那个人还在不在？你心里难道还没有一点数吗？哎呀，太晚了。所以我今天要把话说重一点，各位不要嫌我啰嗦。这些话虽然不好听，但是它真话往往都不好听。我们先从易经讲起。我们中华文化最高明的智慧就藏在易经里面。易经讲什么？讲时，讲位。什么叫时？就是时机，就是恰当的时机。什么叫位？就是位置，就是你所处的位置。时和位一配合，就叫时中，就是恰到好处。一个人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，什么时候该亲近，什么时候该提防，全在这个时和位里面。我讲一句很实在的话，老年朋友，你现在的位是什么？你是一个独居的老人，你的身体在走下坡路，你的精力有限，你的判断力也没有年轻时那么敏锐了。这个时候，你的时是什么？是守，不是攻；是稳，不是变；是先看清楚，再决定要不要靠过去。这个定位，各位一定要清清楚楚。再说阴阳，易经讲一阴一阳之谓道。什么叫阴阳？不是说好人坏人，而是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。你想啊，一个人靠近你，给你温暖，同时他也一定在向你有所求。他今天对你好，是因为他希望你明天对他好。他今天为你付出，是因为他想从你这里得到更多。这个好里面有几分是真诚，有几分是算盘，你得有这个警觉心啊！我不是叫你把所有人都当成坏人，我是说，你到了这个年纪，经历了一辈子的风风雨雨，应该比年轻人更明白一个道理：
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一个跟你非亲非故的人，凭什么对你那么好？他图什么？你可以不想清楚，但是你不能不让自己去想清楚。易经里面有一个剥卦，特别值得我们老年人好好琢磨。剥卦的卦象，上面是一座山，下面是一片地。山本来是很高的，为什么叫剥？因为它那个根基被一层一层的掏空了。剥卦讲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剥落，一爻一爻地上升，初爻剥，二爻剥，三爻剥，一直剥到第五爻，底下5个阴爻，上面只剩下一个阳爻。各位，那一个阳爻是什么？就是你最后的防线，就是你最后的根本啊，剥到最后。如果连那个阳爻都没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易经在剥卦里面讲得很清楚，4个字，叫不利有攸往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在这样一种被层层剥蚀的处境里面，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，不要往前冲，不要冲动行事。你越动，剥得越快。这个时候，你要做的是顺而止之，顺势的停下来，稳住自己，守住眼前仅有的那一点根本。我常常想，老年人晚年那点房子，存款、脸面和儿女的和气，就是那个最后的上九阳爻。别人来掏你的时候，不会一下子全掏走，他今天掏你一点，明天掏你一点，今天让你帮他垫一笔医药费，明天让你给他买一个金镯子，后天说我们领证吧，房子写上2个人的名字，你我都安心。每一次都有理由，每一次都说成是为你好。等你回过神来，你那个最后的阳爻早就被剥掉了。但是易经又告诉我们，剥极必复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剥到极点了，阳气再微弱，它也会回来。复卦讲的就是这个一阳来复，生机重现。这个道理在提醒我们什么呢？提醒我们，不管处境多难，只要守住最后那一点根本，就有转机。那一点根本一旦丢掉，就真的万劫不复了。所以越是被掏得厉害的时候，你越是要守住那最后一个底线，那是你复兴的种子啊。好，我们讲到这里，先把道理放在一边，来看看具体的生活。我讲一个最常见的场景，有一位老先生，老伴走了3、4年了，一个人住着一套老房子，儿女都在外地工作，平时很忙，偶尔打个电话，逢年过节回来一趟，坐一坐又走了。老先生的日子冷冷清清，早上煮一锅粥，喝到晚上。有一天，他在公园下棋，或者在哪个社区活动上，认识了一位女士。这位女士长得干干净净，说话温温柔柔，而且特别会心疼人。他一看老先生，就说：哎呀，老哥哥，你怎么一个人啊？你老伴呢？哎呦，真可怜。以后你要是没地方吃饭，就来我这儿，我给你做。就这句话，各位想一想，一个孤独了那么久的老人，听到这句话，心里是什么滋味？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。这就是我们讲的同病相怜，一下子就放松了警惕。然后呢，2个人越走越近，女士开始到老先生家里来，帮他收拾屋子，给他缝缝补补。然后他开始说，你一个人住这么大一个房子，多冷清，多不安全。再然后他说，我那边地方小，条件也差，我搬过来照顾你吧。再然后他说，我的退休金太少，交不起这个费那个费，你能不能先帮我垫一点？再然后他又说，
你看我们都这个岁数了，万一你哪天有个好歹，我名不正言不顺的，怎么照顾你？不如咱们领个证，再把你的名字加上我的名字，我也好名正言顺的替你打理一切。各位听到没有？从一碗热汤到一把钥匙，再到一张房产证，这个链条一步一步环环相扣，每一步都有说辞，每一步都合情合理。你拒绝显得你无情无义，你不拒绝你就一步一步把老本交了出去。高，实在是高，这一段路那位女士走得不急不缓，好像一切都顺理成章。可是老先生呢，他心里那个不字始终没有说出口。我跟各位讲，这就是圈套。圈套这个东西最高明的地方，就是它不是强迫你，它是让你自愿钻进来。你钻进去了，还觉得是自己命好，遇到了贵人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那我们怎么识别这样的圈套呢？我教各位几个简单的法子。第一，看热情来得快不快。一个人认识你3天，就对你掏心掏肺，就发誓要照顾你一辈子，你要小心。我们中国人讲日久见人心，为什么讲日久？因为人心这个东西是藏不住的，时间一长，它自然就露出来。它可以装1天，装1个月，但是它没有办法装1年。真正长久的感情不会急着要结果，它经得起时间的检验。第二，看它急不急。凡是急着要名分的，急着要动钱的，急着要领证的，急着要你把密码告诉他，把名字加上，各位你要想一想，他都这个年纪了，他急什么呢？真正的感情是不急的，因为他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慢慢跟你处。他急只能说明他怕夜长梦多，怕你哪天清醒过来。第三，看他怕不怕你的儿女。一个真心对你好的人，他不会怕见到你的儿女，他恨不得你的儿女都认可他。反过来，如果一个人总是跟你说你儿女不孝顺，你儿女就是惦记你的房子，你儿女根本不关心，只有我才对你好，各位，你就要非常警觉了。他在干什么？他在离间你和你的至亲骨肉啊！他把你和儿女分开，你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可以依靠。这一招叫做釜底抽薪，是最毒的一招。易经里面还有一个卜卦，也值得我们记住。卜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器皿放久了，里面生了虫。你看一个家庭、一个组织，甚至一段感情，如果内部不清理，时间一长就会腐败，就会生出毛病来。易经讲肝父之骨，就是说孩子长大了，要替父亲清理那些积攒下来的弊病。我们把这句话用到老年感情上来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你还没有陷进去之前，你要把自己心里那些糊涂念头好好的清一清。你身边的朋友、儿女，如果提醒你，你也要听得进去。不要觉得人家是嫉妒你，不要觉得人家是揽你桃花运，往往是那些愿意说难听话的人，才是真正为你好的人。我知道，我讲到这里，很多朋友要反驳我了。有人说，老师，你这也太冷血了，老年人也是人，老年人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难道丧偶了、离异了，就只能一个人守着空屋子，孤独终老吗？你说黄昏恋多悲凉，那难道老人就不配拥有一段黄昏恋吗？各位，先别急，我先把话说清楚。我从来不反对老年人再婚，也从来不反对黄昏恋。
我自己讲过很多遍，老人要安度晚年，需要伴，需要有人说说话，需要相互照应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也是天经地义。易经的家人卦讲，一家人要各正其位，和睦相处。老人想要一个家，想要有人陪伴，这完全合理。但是我要把话讲透，我反对的从来不是黄昏恋本身，我反对的是糊里糊涂的黄昏恋，是错位的黄昏恋，是拿老本去填一个无底洞的黄昏恋。什么叫做错位？我们一步步来看。第一种错位是你以为他是冲着你的人来的，其实他是冲着你的东西来的，这是最大的错位。这种错位最要命的地方是你自己还不愿意承认。第二种错位是你心里明明有疑隐，明明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可是你为了那份温暖，自己给自己洗脑，硬是把假的看成真的。第三种错位是这个年纪了，还要玩年轻人那一套轰轰烈烈的游戏，不去看对方的底细，不去安排财产的界限，不去顾及儿女的感受，只管一头栽进去，结果栽得头破血流。各位想一想，我说的这三种错位，哪一种不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烤的？我们再来讲感情里的痕，感情久了才会见人心。可是很多人等不到久，就急着把一切都交出去了。易经的闲卦讲的是感应，是人心和人心之间的触动。可是闲卦过了，后面就是横卦。这个顺序很有讲究，老祖宗是在告诉我们，两个人有了感应还不够，还要经过一个横的考验。一时的温暖不稀奇，一世的相守才是真情。古人讲至死不渝，这四个字是拿一辈子来兑现的，哪里是一碗汤几句暖心话就能算数的呢？所以我给老年朋友提个建议，黄昏恋可以谈，但是要这样个谈法。第一，感情可以慢慢处，财产一定要清清楚楚。你的房子是你的，他的房子是他的，你的存折是你的，他的退休金是他的。日常开销可以商量，但是大额的财产不要混在一起。第二，可以搭伙过日子，但是不要急着领证，更不要急着过户，先相处个1年半载，看看彼此的脾气习惯能不能磨合，看看对方的人品经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。到时候你是清醒的，他不是装，那时候再决定也来得及。第三，一定要让你的儿女参与进来，你可以不听他们的，但你一定要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见一见这个人，把你的想法坦坦荡荡地讲出来。真正对你好的人不会怕见你的儿女，反过来一听到你儿女要来就浑身不自在，百般阻挠的，你心里就要有个数了。有人听到这里又要说了，老师你这样做不是把感情谈成生意了吗？多伤感情啊。我跟各位讲，恰恰相反，正因为你珍惜这段感情，你才更要守住金钱那条线。钱这个东西最伤感情，多少夫妻感情挺好，一谈到钱就翻脸了。多少家庭本来和和睦睦，一谈到房子怎么分就成了仇人了。你守住金钱的界限，不是不相信他，恰恰是因为你太在乎这段感情了，你不想让他沾上算计的灰尘，守住钱才能保住情。这话各位回去细细品一品，是不是很有道理？再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是面子。我们中国人一辈子最讲究一个面子，
很多老年朋友明明心里不踏实，可是人家话都说到那个份上了，人家对你这么热情，你怎么好意思拒绝呢？你就觉得哎呀抹不开这个脸，于是打肿脸充胖子，一步一步的退让，一步一步的答应。各位，我跟你们讲，到了这个年纪，面子是一文不值的。你守住你的老本，守住你的界限，比什么面子都重要。你拒绝的时候，完全可以把话说得客气，但是态度一定要坚定。古人讲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守住你一辈子的积蓄，那是你的道，没有任何人能够厚着脸皮拿感情来绑架你。好了，前面2层讲的是现象，是方法。接下来我要讲一个最深刻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很多人看不见，但恰恰是问题的根子。我先把这个问题问出来，各位自己回答。那个热情追求你的人，难道你真的一点破绽都看不出来吗？我跟各位讲，人心都是肉长。一个人眼睛里的光是真诚还是贪婪，你是感觉得到的。你活了大半辈子，见过多少人，经过多少事，你会分辨不出来吗？你其实多半是看得出来的。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往里面走呢？为什么明明心里有疑虑，你还是说服自己他是真心的呢？各位，因为你的心太寂寞了，因为你的日子太难熬了，因为你太渴望有一个人能够把你捧在手心里，像宝贝一样的疼一疼那个空落落的位置，在那个热情的人出现之前，已经空了太久太久了。我们再往深挖一层，各位，一个老人，尤其是一个丧偶或者独居多年的老人，他最怕的不是穷，不是病，他真正害怕的是自己没用了，是自己是累赘，是活着没有价值了。你看很多老人一退休，精神头一下就不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自己没用了，不再被需要了。被需要是一个人活下去很重要的支撑啊！这个时候，忽然出现一个人，天天对你说：“你真好，我离不开你，有你在，我的日子才有意思。”各位想一想，这句话像不像一剂强心针？一下子，你那个被需要的感觉就回来了，你又觉得自己有价值了，又觉得自己活着有奔头了。但是各位，你要那个热情追求你的人，难道你真的一点破绽都看不出来吗？我跟各位讲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一个人眼睛里的光是真诚还是贪婪，你是感觉得到的。你活了大半辈子，见过多少人，经过多少事，你会分辨不出来吗？你其实多半是看得出来的。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往里面走呢？为什么明明心里有疑虑，你还是说服自己他是真心的呢？各位，因为你的心太寂寞了，因为你的日子太难熬了，因为你太渴望有一个人能够把你捧在手心里，像宝贝一样的疼一疼那个空落落的位置，在那个热情的人出现之前，已经空了太久太久了。我们再往深挖一层，各位，一个老人，尤其是一个丧偶或者独居多年的老人，他最怕的不是穷，不是病，他真正害怕的是自己没用了，是自己是累赘，是活着没有价值了。你看很多老人一退休，精神头一下就不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自己没用了，不再被需要了。被需要是一个人活下去很重要的支撑啊。这个时候忽然出现一个人，天天对你说：“你真好，
我离不开你，有你在，我的日子才有意思。各位想一想，这句话像不像一剂强心针？一下子你那个被需要的感觉就回来了，你又觉得自己有价值了，又觉得自己活着有奔头了。但是各位，你要看清楚，你贪恋的真的是那个人吗？不是啊，你贪恋的是那种被需要、被珍视、被捧在手心里的感觉啊。那个人只是恰好在这个时间给了你这种感觉而已。你爱的是你的被需要，不是那个人啊。这话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不爱听，但是这是事实。老话说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但世间还有一种贪，比贪财更隐蔽，就是贪一点温暖。为了这一点点温暖，有人愿意拿一辈子攒下的积蓄去换，愿意拿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去换，愿意拿自己与儿女一辈子的亲情去换。各位，你算算这笔账值不值？不值得啊！可是人在那个状态里面是昏了头的，是看不到这笔账。我们老讲老小老小，人越老越像小孩。小孩贪的是一颗糖，老人贪的是一点暖那颗糖。那点暖本来不是什么大事，可是如果有人拿着这颗糖来换你的房子，换你的命根子，你给不给？各位，绝对不能给啊！我还要再讲一句更扎心的话，这句话是说给做儿女的听的。各位年轻人，你不要只怪那个骗人的外人，你想一想，你的父母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被别人勾走了？是不是因为你已经很久没有给父母打电话了？是不是因为你很久没有好好坐下来听他们说说话了？是不是因为你总觉得给他们钱，给他们买东西就是孝顺，却从来没有问过他们，晚上一个人害不害怕，寂不寂寞？我不是在这里替骗子开脱，骗子永远是骗子，他们精于算计，丧尽天良，该受到法律的惩罚。但是各位想一想，一个家里如果灯是亮着的，人心是暖着的，外面的野火它烧得进来吗？这话很土，但是道理千真万确。古人讲，篱笆扎得紧，野狗钻不进。你家里的人心齐了，亲情浓了，骗子就算来了，他也无从下手啊。可反过来说，如果父母心里那个洞空了太久，做儿女的又在远方，又忙碌，又顾不上，那外面随便一点温暖都能把他给勾走了。所以最要紧的解决之道，不是叫老人从此关起门来不跟任何人来往，那是因噎废食。最要紧的是把那个洞补起来。怎么补？靠外人永远补不上，要靠自己，要靠儿女，要靠真真切切的亲情，一点一滴慢慢填起来。做儿女的要多陪陪父母，多听听他们说话；做老人的也要学会自己安排好自己的日子，养养花，跳跳舞，读读书，交几个正经的老朋友。你把自己日子过得充实了，心里那个洞自然就小了，那个骗子也就没有空子可钻了。我们的庄子告诉过我们，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好，叫笃与天地精神往来。孤独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把自己生命的重量随便交给一个靠不住的人。我们把话再拔高一层，我们中国人从小学《论语》讲仁者爱人，讲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后来又读老子讲上善若水，
讲水利万物而不争，很多朋友就误解了，以为我们中华文化的精髓就是一味的付出，就是无底线地对人好，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哎呀，错了，错得离谱。你去看老子讲的上善若水，水是柔的，是谦卑的，是利万物的。但是你看清楚，水也是有力量的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水滴石穿，说的就是水。水不争，不是因为它软弱，而是因为它知道什么时候该柔，什么时候该刚，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。水的智慧是知止的智慧啊。易经里面有一卦叫艮卦，艮卦是两座山叠在一起，讲的是一止字。古人讲艮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，动静不失其时，其道光明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一个人该前进的时候知道前进，这是智慧；该停住的时候知道停住，这更是大智慧。一个人如果只知道进不知道止，他迟早会把自己逼到墙角里去。所以中华文化真正教给我们的，从来不是无底线的付出，而是有分寸的相处，是各守其分，是各安其位，是守住界限，是量力而行。我们讲界限，不是说把人拒之门外，而是说我这个门什么时候开，开到多大，请谁进来，我心里有数。你守住你的界限，不是自私，你守住你的界限，恰恰是给对方最大的尊重，也给自己最大的保护。我们中国人讲诚和恕。诚是什么？诚就是你不要骗自己。明明看到那个人眼睛里有一闪而过的算计，你却告诉自己那是深情，这是不诚。明明心里觉得不对劲，却因为害怕孤独，硬着头皮往下走，这也是不诚。做人首先要对自己诚实啊！老子讲知人者智，智之者明。你能看清别人，这是聪明；你能看清自己，这才是明白。你首先要明白你到底要的是什么，你心里那个洞到底该用什么来填。恕是什么？恕就是体谅别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自己不愿意被欺骗，你也不要去欺骗别人。同时你守住你的老本，让那些打歪主意的人没有机会下手，这恰恰是断了他们造孽的因。这不也是一种恕吗？这就叫看似是损，实则是益。你拒绝了一次不明不白的财产过户，表面上看好像是损了别人的面子，损了这段感情的热度，但实际上呢，你益了自己的安全，益了自己的尊严，益了儿女的安心，益了整个家庭的稳定。你用一句坚定的不行，保住了一个家。你用一次清醒的拒绝，换来了一辈子的踏实。各位，这笔账你要会算啊，不要算小账，要算大账，不要算眼前，要算长远，不要算一时的高兴，要算一世的安稳。我们易经讲生生之谓义，讲天地之大德曰生。什么叫生生？就是让生命活得下去，活得长久，活得有尊严。你守住你的老本，是为了让自己有生可依。你守住你的界限，是为了让这个家能够生生不息。这不是小气，这是深深的大德啊！有些朋友可能又会问，老师，那如果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，他也真的对我很好，我们就是晚来的缘分，难道也要这样防着他吗？各位，缘分这东西我不否认，但是真正的缘分经得起考验。
你越是珍惜一段感情，你越是要慢一点。你想想看，真正到了晚年，两个人彼此照顾，互相温暖，那是多么好的一幅画面啊！可是这幅画面需要两个条件：第一，两个人的心都是真的；第二，两个人的财产是清楚的。只要这两个条件立得住，这段黄昏恋完全可以变成一件美事。反过来，如果一谈财产就翻脸，一提儿女就生气，一见公正就变脸色，那这段感情本来就是一只纸老虎，早晚要现出原形。与其到时候哭天抢地，不如现在就擦亮眼睛。我认识一位老先生，处理的就非常好。他老伴走了以后，也有朋友给他介绍对象，他也谈，但是他把话讲在前头：我很喜欢你，我愿意跟你搭伴过晚年，但是我的房子将来是留给我儿女的，我的存款我要自己保管，日常的开销我来承担大头。你要是愿意，我们就把日子高高兴兴的过下去。那位女士听了，先是不高兴，后来见他态度诚恳，也就答应。两个人现在过得挺好，每天早上一起散步，逢年过节，两边的儿女一起吃饭，和和气气。各位，你看，感情不是靠糊涂换来的，是靠明白处出来的。你把界限划清楚了，反而谁都不受伤害，反而人人都过得踏实。最后，我要给各位做一个总结。今天讲了这么多，其实就讲了几句话，各位可以记在心里。第一句话，老年朋友谈黄昏恋完全可以，但一定要清醒。先问自己3个问题：他看上了我什么？如果我没钱，他还会不会对我好？他怕不怕见我的儿女？这3个问题，每想一遍，你的心就清楚1分。第二句话，涉及财产，一定要守住底线。房子不能轻易过户，存款不能轻易交出，字不能轻易签，密码不能轻易给。这不是小气，这是对自己晚年负责，也是对这段感情负责。感情是感情，财产是财产，两者分得越清楚，感情反而越干净。第3句话，做儿女的要早点懂事，不要等到父母上了当，受了骗，流了泪，你才想起来心疼。平时多打2个电话，多回几次家，多听听他们的唠叨，把你心里的爱明明白白的说出来。你填满了父母心里那个洞，外面的歪风邪气就钻不进来了。古人讲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这是人世间最痛的一件事，你千万不要让它发生。第4句话，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各位朋友，人这一生最难得的，不是拥有多少财富，不是享受多少风光，而是到了晚年，还能清清楚楚、堂堂正正、安安稳稳的过每一天。你要记住，这世上最可靠的依靠，永远是你自己。守住自己的本分，守住自己的界限，守住自己的老本，就是守住你晚年的尊严。有智慧的拒绝，胜过糊涂的付出。有边界的爱，才是真正的爱。古人讲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。知止是大学问啊！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心里都有一杆秤，知道什么时候该静，什么时候该停。也希望每一位做儿女的都能把今天的提醒记在心里，落实在行动上。
不要只做一个知道的人，要做一个做到的人，知行合一，这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大学问。今天的话就讲到这里，话说的重了一些，可能有些朋友听了不太舒服，但是每一句都是我的心意，也是我见过太多人间悲欢之后最想跟各位说的话。愿天下老人都能有一个安心的晚年，愿天下儿女都能明白父母的孤单，愿天下家庭都能和和睦睦，长长久久。谢谢各位。今天这番话是我见过太多人间悲欢之后最想跟大家伙说的，哪怕能点醒一个人，保住一个家，我就没白说，觉得有用的，记得点点订阅，点点赞，也欢迎转发给家里老人和身边的朋友看一看，多一个人看到，也许就能少一个老人吃亏上当。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